我们从泰国清迈骑摩托车1800公里，终于到了马来西亚的槟城。我们也即将开始骑摩托车环马来西亚之旅。我们这算什么？长途旅行。我们这算长途旅行吗？走走停停。也算是长途旅行，走走停停。我们准备从泰国的泰北的最北边，清迈已经算最北边的大府了啊，当然北边还有清莱啊，我只是一个比喻，要去马来西亚最南的城市，最南边的比较有名的城市吧，我也不知道是哪儿，我不知道啊，关键是。然后新加坡呢，我们是不太感兴趣啊，也不是说别的原因，就是主要是那儿可能消费太贵，不属于我们这个消费水平可以消费得起的，所以我们就准备到马来西亚转一圈。我觉得特别好，就好在哪儿？因为这一条线是从南到北，然后就有一首歌叫什么来着？痛仰的那个一直往南方开，一直往南方开。哦，我以为是这首歌呢。我要从南走到北。不是，那是回来的时候崔老师，那是崔健的歌，那是回来的时候唱的。他去的时候是往南开，回来的时候是往北开，就这意思，知道吧？总共行程大概啊，单程可能是2600-700公里，然后再加上马来西亚环岛，我预计可能在6000公里左右，但是具体我也不清楚。一会儿我们把那个摩托车的表币给清个零，记个里程，然后再记个总里程。反正这一路呢，就是也能说是旅行，也能说是走走停停。我觉着 This is life on the way。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车的小表给清零了，看了一下车的总里程是1320。其实这还是一个大新车啊！我觉得在出发之前，我们有必要看一下这个我们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，就比如说车上的一些东西。之前的视频不也拍过我们更换前后减震？其实为什么更换前后减震呢？其实不是为了去林道，主要是为了这次旅行。人生必须得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但是说走就走之前，你得准备准备。啊，现在的样子就是这样，等于是把也换了一个把，是比较舒服的。这些就不说了。然后手机架在这儿，然后我在旁边装了一个手机的充电口，这是我自己 DIY 的，就是买了一个充电口，再加一个 L 型的一个小片吧，小铁片，然后用 3M 胶给粘好了之后，然后就放在上面，结果一接上使倍儿好使。这个价格呢，可能只是成品商品的这种的价格的1/10，差不多啊，1/10。然后我们带2个边包，还有一个尾包啊，这个尾包是我之前就用的，但边包是新购置的。觉得这个包够用吗？现在看是够用。一开始没有这边包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不想让我买来着？对，就背这一个就够了。对，但是一看实在是不够。其实摩旅应该是带的东西越少越好，有一些多余的、没必要的东西就别带了。但是咱们带的好像没有什么多余的，你都带什么东西了？给介绍一下。衣服，换洗的衣服，洗漱用品，雨衣。其实就这些。但是衣服你带了很多吗？不多呀。而且带的我们都是这种都是速干的，而且就是好洗好干的，叠起来也很薄，不太占地儿，而且淋雨什么的也不怕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摄影的东西。摄影的咱也没什么太多东西，都是简单的。那怎么就这么多东西了？不知道。简单给大家看完了之后，我们准备出发。但是我们出发呢，先要到路上找点吃的。现在的时间呢是11点多了，我们还没有吃早餐，所以我们要找地儿先吃一口东西，然后我们再继续出发。我们第一站呢不会走特别远，我们打算第一站就到达府。达府你可能不知道啊，因为达府在 Google 地图啊、高德地图啊你看不到，因为达府呢就是算是泰文的叫法吧，华人爱称为叫来兴府。本来导航让我走11号公路，就直接就往南杀啊，然后进山翻山越岭，不就出了这个清迈边上这山了吗？我突然间就想起来，咱俩去南奔的时候就这家面馆哦，烤鸭面，特别好吃，特好吃吧？你看我上面是什么？米其林，就这么一个小店，刚才给大家看了，就是环境非常简陋的一个棚子。从2021年到今年2026年，一直都是米其林。他们家其实主要是做面的啊，烤鸭和卤鸭面。但是我们今天不太想吃面，我们今天想吃饭，所以要了一份卤鸭饭，还有一份烤鸭饭。
就这个刚刚这一路走的时候，就是有那么一点兴奋，就是跟以前的旅游啊这些旅行啊都不太一样，跟从北京来到泰国的那种感受也不一样。就是感觉这次的旅行感觉有点自由。但是我其实是，就一开始说咱们准备车，然后要出发要去马来西亚，我挺兴奋的。然后昨天晚上我也没兴奋，今天早上我也没兴奋。昨天晚上我就是没睡好，反反复复的醒了又睡，醒了又睡了，然后就是昨天晚上做梦已经开始在路上了，确实有点没见过世面了。其实我们才走了几十公里，现在才刚过，没过，现在在南奔府啊，不是南奔那个城墙那块啊，就是出来一段了，大概走了60-70公里吧，不知道怎么就犯困了，所以就找个加油站的一个咖啡店，我们稍微这儿坐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。啊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岁数大了吗？为什么就一骑摩托车就犯困了？骑摩托车差点睡着了，你受得了吗？因为后边都是未知，我们也没有设计路线，也没有规划，所以呢，就是可能走到哪儿，也许就停下了，也许不会说我今天一定要走300公里、400公里，不是，也许我们可能走几十公里，看见这个地儿很好，我们停下；也许我们走500公里，看见这个地儿很好，停下。所以这次目的地是马来西亚，但是中途我们会看见好的地方，我们就停下，待到不想待再走。你都没说为什么去马来西亚？哦，一个字儿，馋。跟糖没。我们现在加的是最便宜的油。本田的车好处就是可以加最便宜的油，因为现在油比较贵，我们的成本如果相比之前来说，至少在路上的路费涨了1/3，所以在这一段路可以加一些便宜油。到马来西亚我们再吃细粮。就刚才路上的时候，我觉着咱们骑的不是摩托车，好像骑了一匹大马，自由的感觉。然后这公路也不是公路，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。咱们这匹马在这大草原上飞驰。还有牛是吧？对对对，还有那个咱们的同伴什么的，牛啊，我看有牛有狗什么的。没了。还是您是吧？这个就是无常，无常和无我，太大了。怎么样？湿透。你别说是我那个判断失误什么那下雨不下雨，关键是这个因为你这双鞋，对，完穿这双鞋必下雨。不是，穿这双鞋不是必下雨的事儿，正常的天也下雨，是穿这双鞋必淋雨，每次都是。自从来了泰国这几年了，反正你可以不封建，也可以不迷信，但是这事儿是100%准的。雨太大了，走不了了，等一等吧。
到了达府找了一个地儿住宿，然后结果我发现他那个墙上有一个中文的牌匾，叫开昌隆，结果他拿了一张老照片，你说这不巧了吗？又是同宗。我们呢现在这个酒店呢算是酒店算是民宿啊，这个地儿先简单的梳洗一下，把湿的衣服脱一脱。这个房子是一个纯木结构的，需要我们把鞋脱在1楼，然后走上来。但是我们的鞋湿了，我准备一会儿再给它拿上来，我们吹风机吹吹啊什么的。给大家看一眼这个房间吧，房间也不贵，房间是多少钱？140块钱吧，差不多150、145，应该说泰铢是吧？房间是多少钱？700多泰铢。如果你来门市价好像是1000。但是从网上订的啊，就稍微便宜一点。房间不错，就是一个全木结构的，挺干净的哈。有一张床，有2个窗，然后最重要的是它应该是有个小露台，我打开看一下，有个小露台。我们这位置还挺好啊，我们这位置还挺好，是个角。挺舒服，挺舒服。好，那我们先简单的，换换干衣服啊，梳洗一下，然后一会儿出去，再给大家看看达府是什么样。我们刚才在酒店里洗洗涮涮完了之后呢，发现外边还一直下雨，所以就又得穿上这个雨衣下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来到达府，刚才也转了一下，就是好多地儿其实店铺已经关门了，就街道里没有什么人。现在的时间是晚上8点左右，这跟清迈就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差太多了，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但是也有开着的啊，就是一些小夜市什么的。但是我估计我们要去也得抓紧了。但是我想先带你们去看这个达府，这叫什么桥？不知道。那你怎么知道的呀？就是因为你在那个 Google Map 上，它有一个提示你这儿一个打卡点儿，然后是一个大桥，但是也有一个简单的介绍。这个达府索桥应该好像就叫达府索桥，它就是横跨平河的。这个平河跟清迈那条河是连着的。刚才我们过来那个地方，其实特别像清迈旁边那个瓦洛洛市场旁边那个鲜花市场，刚才那像不像？这点也是个市场，完全一样的感觉。这儿也是有，然后对面有个桥，然后也是挂着灯。但是这个河明显比清迈的那个要水位高，而且宽。这下游毕竟是下游的，对吧？看看吧，我们看一眼啊。然后它这儿应该是，你看这个，我估计是平时有什么一个小广场啊。就是这种有表演呀、或者是什么什么的，就是一个小广场。有演出。对，你看还有看台什么的。咱们是不是可以上哪儿？上前面，但是小心点啊，因为现在雨季，这个水位都比较高，咱们就走到敢走的地儿就行了，不敢走的地儿就不要走了。看清楚啊，这是路吧？这不是河吧？哦，水中舞台，你看。哦，这是个水中舞台，高级啊！就是等于说就是平时观众可以坐这边，然后那边可能会有一些表演什么的。哦，节日的时候会有庆典，会在这个地方吧？
节日的，我估计是肯定是。但是你看这水流，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清看不清啊，流的特别的快。这个其实人家让上前面打卡拍照，我不敢去了，太黑了，真的特别黑。因为我开的是夜景模式，就反正前面可黑了，哪儿是下去了我都不知道。然后这水流特别快，如果咱从这儿下去了，去曼谷那就不用骑车了，一步到位了。对，一步到位了。这个河都是连着的，好吧？那我们就简单从这儿打个卡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去觅食了。太饿了。本来我们从地图上搜了一家评分特别高，4.9分，然后有1700多个评价的一个河边餐厅，但是呢，它刚才在我们的河的对岸，我都能看见它，但是我们要骑摩托车过去，大概需要走8公里左右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放弃了，就找了一个在酒店旁边的一个大排档，因为它这儿坐满了人啊。不过呢，他这地儿有啤酒小妹，具体吃什么的我还不知道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我正好坐了一个音响的旁边，我后期得消声一下，要不然可能这个有版权问题。然后这个城市这个府中心区域好多地方都关门了，刚才也看到了没什么人了，但是这家店来看看，就是坐满了，这是屋里边，然后玻璃外边还有一排，在雨棚下边还有一排人，坐满了人了。没想到吧？真的没想到。然后它好像不是光是喝啤酒的地儿，它也可以吃饭。我看大家点的菜都不少。刚才那个地儿呢，离它那个放音乐的音响太近了，所以我担心有版权问题，或者说其他就是收音肯定是有问题。因为我后边就做了个大音响，然后我就换了个桌子，换到了这个餐厅比较中间的位置，然后可以看到玻璃外边还有一排人，没擦桌子呢是吗？刚收拾出来。东阳他累。晒啊，我认识。我听不懂。one 克，你喝吗？哦，2 class。整迷糊了给你，一下来2美女给你整迷糊了。3个，你不是吗？你也水，干杯！你不觉得奇怪吗？用那个吸管喝酒，印地替打辅。关于这个喝酒呢，华人和泰国人的区别真的太大了。这个泰国人都是干事儿的过程中去喝酒，就比如说我骑摩托车来这一路上，我这路上必须得喝，要不然我骑不动。不是，是不兴奋。啊，这不兴奋，情绪低落。对。啊，他需要情绪价值。对。啊，然后呢，你看咱们华人一般都是忙完这一天，然后最后没事儿了，坐在这儿或坐在家里边整一口，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文化，这是对文化差异非常大。感觉泰国人喝酒是为了助兴，真的是为了助兴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辣椒炒炸猪肉。辣椒炒炸猪肉。哦，看着还挺香是吧？这个是东阳他类冬阴海鲜，冬阴海鲜汤，里边东西还挺多。这个是央凯央麻，就是拌松花蛋。那今天的行程就结束了，我们明天见。早上好啊！昨天那个酒店睡得还挺舒服，结果我们一大早就起来了，来的还是昨天晚上我们来的那个，就是那个平河的边上，然后这儿有一个市场，我们准备转一下。其实是来找早餐的，但是就误入了这个市场，也不知道这个市场里边到底有没有卖早餐的。我们看一下，像个自由市场一样的早市。就是非常大非常长，刚才那边也有好多，我们只是从中间找了一小部分啊。这边主要卖的是水果呀、吃的食品，也有一些用品。你看有老花镜，然后儿童玩具、拖鞋，然后一些什么什么东西的，生鲜也有啊，也有生鲜。就是这个棚子非常矮，你看都撞到头。每个市场里的最厉害的其实是小狗啊。这是卖生鲜的，卖鱼的。山竹，我们看看山竹多少钱？25。
25泰铢。早上起来吃山猪好像有点过分啊，25泰铢1公斤。这是卖熟的猪肉。对，是吧？清迈有卖生的，没有卖熟的，是吧？就从这个特别长的这个一道过来之后，就是它另外一条街，它还是这样的市场，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清迈的孟买市场加瓦洛洛市场加鲜花市场，都集合在一起。然后他们有一个巧合点，就是都在平河的边上。对，而且这个地方跟清迈不一样，清迈是有那个铁路运输的，啊，是有就是公路铁路的。在以前这个时候公路不发达的时候呢，这儿只有运河，所以这个靠近河边的市场呢，就是一个关键的运输要道。我们简单的看完这儿呢，好像也没有什么想吃的东西，因为好像都是日常生活的用品比较多一点，对，所以我们找地儿觅食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刚才我们说路上随便看看哪有吃的，结果走着走着，都走出了达府，已经到了这个甘彭毕府了啊。正好有一个加油站，然后这加油站呢，有一个餐厅也是泰式传统的一个餐厅啊，但是它里边有空调，我们就选择进来了。因为骑摩托车是比较凉快的，但是一停下来是比较热的。它这有一个自助吧，自助小菜吧，这是什么呀？给我们展示展示啊。这是藕吗？我记这定能吃吗？能吃。反正你看这上面有好多东西，我有的都不认识，有好多东西都不认识，就是一些小菜，各种各样的小菜，有好多好多。看看，这都可以生着吃吗？应该是还是他要给咱们煮一下？不是煮吧？就是生着吃。我们两个要2个饭，这个是虾酱拌饭，里边有很多的小菜。这个我们在清迈也经常吃这个饭啊，非常好吃。这个可厉害了，这是我要的，这太厉害了。你看着像一个摊鸡蛋，但是实际上它是臭菜摊鸡蛋，就是这个菜闻着就有一股特别臭的味道，有点像那个香椿啊那种感觉，但是吃起来特别的香。今天骑行了260多公里，从达府到了这边的一个寺庙，但是很可惜，人家是16点关门，我们现在的时间是16点10分，刚刚锁门，进不去了，很可惜啊，来晚了10分钟，中间要是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里边应该是非常壮观和好看的，怎么办呢？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了。这个寺庙呢，每天只开4个小时零45分钟，上午的9点到11点45，下午呢是14点到16点，所以我们来晚了这一点呢，就参观不了了，很可惜，没有办法。但是我们决定今天晚上住在这附近，一定要看这里边的东西，所以你也千万不要走开。如果你走开，也可以先收藏或者订阅这个视频，接下来继续再看，不看一定会后悔的。怎么这么多人？这是喝什么呢？这就到了呗？对呀，是不是这就到了？不知道啊。我感觉是。都找地儿停车呢吗？这里边。哦。搁这儿吧。嗯。我们现在在乌泰他尼府，然后正好是周六，赶上它的周六夜市。然后这条街呢，以前是卖鸦片的，就是鸦片馆、大烟馆，然后后来改成了这种文化街。然后每周六呢，在这儿有夜市，我们正好赶上了夜市。而且我们其实特别喜欢逛夜市，在清迈也是，我们把大大小小夜市基本上都逛遍了。当然我们不爱去那种商业的啊，爱去本地人逛的夜市。但是这地儿呢，就不用找是不是商业和本地人的夜市，因为这儿几乎没有游客。我们刚才大概搜了一下民宿和那个酒店，就一共可能就是10个手指头数得过来吧，反正就一共就那么多家，还有好多没房子。
所以我们住哪儿还是一个未知数。我们先去夜市逛逛吧。它就是这样的一条街，然后两边都是这种老的房子，有新一点也有老一点，但是主要还是以这种就是这种老式的房子比较多一点。我们走了几步，卖的东西看起来是大同小异的，比如说有什么烤的鱿鱼啊，有什么寿司啊，还有什么，就是这些都是泰国比较传统的。对泰国比较常见的这个夜市里边的一些吃的。我们看看找有没有不一样的东西，我们想看点不一样。其实这小竹筐是不一样的，就跟别的府的不太一样，跟清迈的不一样，清迈都比较粗犷，属于农民干活的。这个对，你看这个，这个编的还挺好的，是吧？160泰铢这么一个，看起来挺精致的。这个好可爱，迷你扇子啊，钥匙链。哦，它是一个钥匙链，然后它是一个扇子。钥匙链，一个是扇子，还有一个这是捕鱼网吗？是鱼篓。啊，虾，这不是一个虾的造型吗？是不是？哦，我觉得还不算贵。你看，一个大扇子20铢，20泰铢，我都想买一个了，因为有点热。但是咱们不好带。对，这要开车来就好了，是吧？这是炸的什么呀？就在卖扇子的旁边有一个炸的东西，我们不知道它是炸的什么，你见过吗？吃就知道是什么了。这个是绿豆饼，炸的吗？炸的，甜，会一点点铺帕萨金。您对啊，老板会一点点中文，他知道这个叫绿豆饼，我尝尝呗。他说甜的，跟我想的不一样。跟我想的也不一样。不是你理解的绿豆饼，但是不脆，但也挺好吃的。它是把绿豆好像熬成了酱一样的东西。绿豆沙饼，跟绿豆沙又不太一样，像酱，枣泥儿。哦，像枣泥那种，对，反正就那样的，酱的。还有点不一样啊！居然有卖鸡蛋挞的，还弄这么多锅，你想不想尝一个？而且价格很实惠。尝一个。玉米的，那是什么呢？不知道，它有不同味儿的还。猪肉干的，这个是巧克力的。这跟泰国没什么关系啊，这是应该是算香港的吧？对。波哥地没，波哥地 ，original。啊 ，original 就什么都不要的啊 ，original 啊，那个。没毛病，因为脆的。听见声了。如果不是脆的就麻烦了，因为泰国有好多夜市做的这个东西都不脆，但是这儿呢又便宜又好。真的好吃，他家这个是不是？我俩其实是真馋，刚吃鸡蛋挞没吃2口啊，还没吃完，然后就看见一家就是摊在一个鸡蛋饼里边包的一些东西的，然后就又要了一份。我尝尝啊，这有点烫，好烫啊！脆的，这鸡蛋饼也是脆的，然后里边加了有豆芽，还有什么鸡肉啊。有一点鸡肉碎啊，还有什么的鸡蛋饼。对，鸡蛋饼，但是这个在泰国很少吃到，至少没见到。我感觉就跟咱们家里以前小时候做的那个早上摊的那个有点像。对，是吧？这是一个出片打卡点。其实两边全是这种老房子，而且有好多华人的文化的东西在里边，有好多都是。这个在清迈很少见啊，就是有零星的，在清迈有零星的表演这些乐器，或者说一些，但是整个乐团在这儿的，我是第一次见着。现在这个地儿应该是一个路口，我们刚才是从那边来的，然后这边也有夜市，这边还有夜市，在这个路口的3边都有夜市，还是比较大的这个位置。我看了一个我特喜欢吃的，但是其实泰国满街都是的东西，但是我看他弄的真的挺水的，水
140ค่ะ你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อันนี้100เดียวนู้น140ค่ะ 我能只要这点吗 ได้？กล่องใหญ่对啊，我能只要一点吗？你หน่วย ได้70 บาทไหมผิดละ 70吧，70铢的，OK， เบาๆเข้ามา 就是这个脆皮肉，这也不少哈，70泰铢。我们从这个夜市走出来了，感觉东西呢其实都大差不差，差不太多，差不多。卖的东西都几乎一样，但是有一点区别就是价格真的太便宜了。就我刚才买那脆皮五花肉才70泰铢，这要搁清迈不可能，可能得100铢左右吧。 100也下不来，我觉得得150左右。这边物价确实便宜。对，所以说这边的物价还是比较偏低的。刚才看了一份趴胎啊，大概是20泰铢，在清迈最便宜的趴胎，我觉得也得40左右，对，是吧？所以说就是可能物价差的还是比较多的。然后我们准备找个地儿，然后吃一口东西，把刚才那些东西消化消化。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是谁来过，我甚至不知道这儿吃什么的。就是因为刚才路过的时候看见这儿排了好多人，所以我们也决定就上这儿来。我这泰语是越写越磕碜了，这儿必须得写菜单啊，没人帮你点。这杯叫玛卡玛卡，罗旺子水，哦，这杯叫，我说的可能不对啊，格拉鸠，这水就是落花神水，洛神花，落花神，洛神花，洛神花啊。你中文都不会啊？这家店呢，应该也是华人的后裔，所以呢，这家店主要喝的其实就是粥，这是鱼粥，它还有煮鱼片儿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中华美食，但是是以前比较老的、过去式的，再加上泰国化的这种美食，大概就是吃这么一个东西呢。村里最靓的仔。刚才呢，我们找酒店找不到合适的，因为呢，刚才看了一圈，有的酒店基本上都很次，也就3000铢啊，2000大几铢啊，我觉得有点贵。然后就尝试着给几个民宿打了电话，然后老板就带我们来了一个自建公寓吧，工业风的，稍微有点便宜，600泰铢，也有大空调，这边也有浴室，就是今天这个房就跟昨天那个没法比了，简单一点。但是这边属于房又少还又贵，然后一打电话就是订满了，我们打了差不多3家都订满了，所以这个有一家老板就说我附近有一个，你们来看看。应该是朋友家，就是对，那没村里办法，这就是一个村儿，一个村儿。现在这个时间点咱们就是能住就可以了。对，我们的要求就是有空调，能洗澡。至于干净不干净，其实有的时候只是你心理作用，你看见的或者什么的。但是这还行啊，不是特别，就是泰国人的房间都比较干净，还是算比较干净的啊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就结束了。